嗨，大家好，我是凯哥，你的理财路上最坚实的伙伴。近几年，台湾 ETF 市场的发展速度非常的快，目前台湾的上市的 ETF 已经将近有300只了。那为了要避免 ETF 的证券代号用完，也让投资者更容易一眼看清楚它的类别，证交所从2024年的11月18号起调整 ETF 编码原则，已经上市的维持不变，那先上市的就在原本的5码后面加一个代码，这也就是新手伙伴们很容易遇到的问题。这支影片凯哥就来介绍一下 ETF 第6码的特性，分别代表哪种 ETF 的类型。首先是数字，也就是最基本的 ETF 被动式管理的类型，像是009800、009801，就是最后一码是数字的，统统归类于这边。然后是最近讨论度很高的，就是主动式 ETF， 它最大的特色当然就是有个经理人主动选股，然后期望能够追求超越指数的报酬。它的第6码代号是 A， 比如00980A、00981A。如果想要更了解主动式 ETF 的伙伴们，可以看右上角连结，有更清楚详细的解说。然后是债券型 ETF， 它就是被动管理投资债券市场，它最后一码是 B， 比如00982B、00953B、00679B， 那自然也就衍生出了主动式债权 ETF。 那当然看到主动式就一样，它会有个基金经理人帮我们主动来选债，那代号是后面加个 D， 比如00980D、00981D。 那股票型跟债券型都有了，自然就跑出平衡型的。平衡型的特色就是同时投资股票跟债券，追求股债配置平衡。它的最后一码代号是 T， 比如00980T。 以上介绍的这些都是属于正常的 ETF， 所以都会有股利的产生，属于比较适合中长期的投资。再来就是要介绍杠杆型的股票 ETF， 特色就是追踪指数报酬正向的倍数。以台股来说，最著名的就是00631L， 就是我们常说的台湾50正2，也就是2倍。它的最后一码代号是 L， 只要看到 L 就是正向的倍数的 ETF。 那有正就有反，反向型股票 ETF 它就是追踪指数报酬的反向倍数。那最著名的就是00632R， 也就是反一，所以只要看到是 R 就是反向的 ETF。 然后是期货型 ETF， 主要就是投资期货合约，追踪商品指数，比如00642U 就是追踪石油的期货，00635U 就是追踪黄金期货。那不论是杠杆的还是反向的还是期货型的，因为它本质上都是属于追踪期货，所以像这一类的都不会有股利的产生，这一点要请伙伴们特别注意哦。所以这一类比较适合短期或中期期望市场有一些波动来赚取资本利得的投资者。除此之外，还有代号 C 跟代号 V 这一类的外币计价的 ETF， 可是目前台湾没有相对应的标的，理由大概是在台湾买外币计价的 ETF 还要透过汇率这样子转换，那我就不如直接买国外的 ETF 就好了。其实有点多此一举的意思。透过这样子分类，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ETF 代码的第6码是代表什么意思了。这样子伙伴们在选择 ETF 时，就可以比较直观的判断这是属于哪一类的。比方说被动式跟主动式，一眼就能看出主动式的费用会比较高，从而能帮自己更快速的挑选。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咯。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也别忘了帮凯哥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谢谢哟。